好雀剑。我能见到萧氏的传国剑法列国吗？怕是不会了。练国剑法他练得不好，我自己倒有一套剑法叫天下第二，是我当年自创的。那时候我想的是，我自称第二，谁人敢称第一呢？不过这一套剑法他也学不会，一怒之下回去自己创套天下第三。没错，天下第三。所谓天下剑法，学堂李先生之后便是我，所以剑名天下第三。你叫天下第三，正好，我这一棍叫棍打天下。是排名第8的剑，又怎么比得上无极棍呢？百里东军，师兄。我来了。你怎么过来了？师兄，你大喊一声我的名字，难道不是叫我过来助阵的吗？我喊你是叫你带着师傅赶紧跑。啊！一个都别想走！不必打了。30岁以下者，你可称无敌；30岁以上者，胜你者不过10人，能杀你者至多3人。这3人中一定有我，但我不杀你。我告诉你你要的答案，但今日之后，我这位姓萧的徒弟，天启城的琅琊王，以后他要做的事，你得帮他。大河之水天上来，你想知道答案？好，我就告诉你答案。纵横江湖30载，以学堂之名震慑天下者是我。60年前冷暖双剑，一战大胜名剑山庄魏长树，人称昆仑剑仙者是我。90年前一身不衣，一柄残剑斩断魔教之祸者是我。120年前与诗仙同饮同眠同创施剑绝者，还是我。还有你最想知道的，150年前，凭一己之力创下白小堂者，那是最早的我。仙人扶我顶，结发寿长生。我如今180多岁了，是你的老祖宗。你对你祖宗用棍，放肆！竟然真的有如此之事。你都已经猜到大半，又何必要求这个答案呢？没想到世上竟然真的有长生不老之术。
世上哪有什么真正的长生不老啊？只要在世间，就总会有归去的那一天。是我被困在这人间太久了。小师兄，是我看花眼吗？这是我们师傅？他怎么变得和我一样年轻了？师傅他真是人如其名啊，长生不老。你想知道的答案已经知道了，我拜托你的那件事，可不要忘了。可白小棠从不参与朝堂之事，这不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吗？我让你帮他，又没让白小棠帮他。再说了，老祖宗不就是我吗？你想看的，已经看到了。回去写入白小棠。但是不要让其他人知道，明白吗？我不对，弟子孩儿明白。咱俩现在看着差不多大，你就别再自称孩儿了，把我都叫老了。走吧。那孩儿先走了。若老祖宗再回天启，定要回白小棠看看。小乳芳，弟子在。师傅，您原本叫姬长生。什么姬长生？你怎么不叫我苟长生？哎呀，我年轻时哪里会想到自己会长生？我的本名叫做姬虎系。我的这位后辈不比我当年差，有了他的帮助，皇位一事啊便会更有把握。天启城里那位用枪的年轻人也不错。至于后面这位，你就别想了。身份特殊，弟子明白。行了，你也走吧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时候会写信给你。倘若你愿意，可以一同前去。我们说不定还能在那里喝上2杯。师傅。您说的话，到底有几分真，几分假？弟子怎么觉得，死去一别，就再也见不到您了呢？你是白痴吗？嗯？师傅什么时候骗过你们？都是你们自己不信。之前我说我跟师仙一起喝过酒，你们就在那背过身去翻白眼，以为我不知道啊？好。那希望这一回，师父没有骗我们。哼，再会了。
哪里东君？师傅，哎，哎，师傅你别动了。你别动。哦。扶我回马车。好。哎，背我。啊？百里师叔，李先生他怎么变年轻了？先回马车上吧。先生怎么了？肌若风猜的没错，我现在确实功力快尽失了，只可惜他来早了一步，没有见到这难得一见的场面。这天下第一的李先生，现在就连你也能轻易的一剑杀了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怎么一回事儿？以后你就会知道。你们也不用担心，我只是有些虚弱，不是要死。我呀，只想好好的睡一觉。哎，师傅，你不能睡啊，睡了就醒不过来了。啊！哎呦，我真的只想好好的睡一觉。师傅，你相信我，绝对不能睡。相信我，又不是第一回了。啊！你就驾着车尽管往西走，天亮的时候我就醒了。哎呦，行行好。师傅。师傅，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羽生魔带着他那个徒弟走了小半个南绝。那个魔头似乎是要去什么洞月湖，挑战个什么剑仙。听说好多武功高强之人都去了。昔日师仙是10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今朝羽生魔藏剑不露身，千里赴一战，不知能不能也成了后世的传说啊？哎，看不出来于兄好文采啊！不过我可听说了，这羽生魔这次，但凡是遇见拦路者，皆是只胜不杀。只胜不杀？难道那个魔头转性了啊？师傅，你听听，你这次可真是招摇过市啊，就差在身上插一面旗子，上书“羽生魔在此”了。不过师傅，照这么走下去，你确定走到洞月湖之前，我们不会累死啊？杀人之前需要魔剑。怎么了？陈老头，羽狂徒啊！徒儿，去林子里避避。我要会会这老头。这老头很厉害。南绝武学泰斗，天选老人，杀你只需要抬个手。那不如师傅，师傅连手都不需要抬。羽狂徒，咱们也有整整7年未见了吧？你是武学泰斗，我是魔头剑仙，见面无非是打架，不见也罢。听老朽一句劝，回头吧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有什么资格来劝我？李长生会听你的劝吗？我连李长生都敢打，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劝？你这一路只胜不杀，借水为剑，借花为剑，
借业为鉴，就是从未拔剑。我败了，可你却要死了。你救的不该只是这个男爵第一高手的虚名。我从来不求这样的虚名。即使世间都这么认为，那就这样认为好了。徒儿，我不让你看那最后一剑，不过你还是看了吧。师父，徒儿，不要难过，也不要找炎灵侠去复仇。我练魔功这么多年，我的身子早就反噬的差不多了。就算今日不来此求嗣，我也活不过半年。这一路，我一共出了13剑，每一剑都是对你的指点。我身为你的师父，最后也只能做这么多了。徒儿，我不想你看最后一剑，是因为我不想你步入我的后尘。但你既然看了，就要当得起这一剑的传承。我给你留了一封信，信上有地址，你按照这个地址去寻。师父给你留了份礼物。多谢师父。北方有个老头，我这辈子都没打赢过。你要争口气，赢了他的徒弟。徒儿记住了，必不负师父所托。再见了，我的徒儿。江湖人不知我羽生魔从何而来，我亦不想让江湖人知道我终于何处。师父！秋水兄，在看什么？
远处似有故人离去。不错，在我手中能过3招了。司空长风，我们聊聊。好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想问你一个问题：这百里东君出生侯府，身份尊贵，父亲是侯府世子，母亲是温家千金，如今更是天下第一李长生的弟子，他的命可以说是很好了。可你呢，自小流浪，四海为家，朝不保夕。按理说，他应该是你最讨厌的纨绔子弟，你为何会和他成为朋友？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并不知道他是侯府的公子，那个时候只是觉得2个萍水相逢的人一起历练江湖，蛮好的。后来知道了他是侯府的公子，也只是觉得，原来在侯府长大的人也可以像他这样。哦，什么样的？我见过太多的世家公子了，他们呀，只是看着面目光鲜，其实内心里肮脏得很。但是百里东君不一样，他的心是澄澈的，是少年心。这个回答很好。更何况，我觉得我和他是一样的人，他的命好，我的命硬，我和他都是能够走到最后的人。这个回答就更妙了。这几日陪你练枪，你应该听了不少传闻，说我要收你为徒吧？不是，先生，那些只是传言。先生能够指导我用武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收徒一事，我不敢奢求。我不会收你为徒的，因为我没有这个资格。有一个比我厉害10倍、100倍的人想要收你为徒，只是时机未到。可这一天不会太远了，他也同样在等着江湖山水与你重逢。重逢？春梦秋云，聚散真容易。谢轩公子这是要走了？恰逢其会，终有一别。我的书看完了，自然也就该走了。司空兄，希望我们也可以山水再相逢。小师叔，先生，我好像也该离开了。何时动身？那便此刻吧。你也这么着急啊？兴之所至，说走便走。天高海阔，先生，我们有缘再会。走了。这江湖依旧，便是因为有着这些一代接着一代的少年吧。到了，就是这儿。赤水兄，你以前来过这儿？要锄头、铁锹还是犁啊？要刀，一把好刀。你是何人？故人。叫什么名字？南宫春水。你不姓李？你和那家伙年轻时长得一模一样，你不是他的亲儿子？怎么？难道在你眼里，他像是个有风流债的人啊？当然，那个骚包，就算他有几个小孙子，我都不会奇怪。骚包，去。这么说老朋友可不地道啊！行了，别站那儿了，进来说吧。说说吧，什么来头？在下百里东君，学堂李先生弟子。在下尹落霞，是柳月公子的弟子。柳月的弟子。
难怪这么漂亮。至于你嘛，看起来一副武功平平的样子，拿着的剑倒是不错。2个金刚梵境的毛头小子，一个半斤8两的小丫头，她到底是有多大的胆子，居然放心就这样让你们来找我？不知这位铁匠师傅功夫几何，这般看不起金刚梵境？哎，我不是瞧不起金刚梵境，我只是瞧不起你的金刚梵境，因为我也在金刚梵境。小子，想要挑衅我，还早了30年。哼，明明是你挑衅我。东君，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，排名前3的兵器锻造大师，兵神罗胜。哼，公子，那些药材异常的珍贵，请一定要妥善的保管。还请公子代我家老爷问辛先生好。放心吧，这药啊，不仅关乎你那穆家病人的命，也关乎我的命。多谢掌柜的，走了。公子慢走。还好您咋来啊？要不要去找他？我有个哥哥，也会吹这支曲子。我把你误认为是他了。其实我还挺想要个妹妹的。你这人，竟敢3番2次占我便宜！相识满天下，知交能几人？我相信这世上有知音。姑娘的琴，我的叶，恰逢其会。我会再来的。走了。嗯。玲珑姐姐，司空公子他回来了。小姐，他又回来了。学的那个曲儿好听啊！司空公子，多日未见，怎么忽然就想起了我？我其实心里一直默默记挂着姑娘，只是一直未敢打扰。哦，那怎么今日就赶来打扰了？我就要离开天启了，今日特来向姑娘告别。告别？本就只是萍水相逢，当不得公子特地前来告别。公子太爱了。我知道，我对于姑娘而言，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。但姑娘对于我来说，意义非凡。今日一别，我定会再回来。等我真正练成枪法的时候，等我真正能够守护好姑娘的时候。
唐门，这宅院比我们镇西侯府的还要大呀！就送你们到这儿吧，保重。这就走了？行吧，云哥，保重。保重。先生，保重。师傅，不好！小白梨，急匆匆的要去哪里呀？舅舅，我朋友被人掳进唐门了，我要进去救他。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。温家，温壶酒。百里东君。拜帖。我没有拜帖，拜帖在我朋友身上，他被人掳进唐门了。荒谬！事实如此，不跟你废话了，召集找人。擅闯唐门者，杀！擅闯唐门者，杀！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放我进去；二，用这个讲道理放我进去。白痴！他的拳头竟和刀剑一般硬。我不打无名之鬼，报上你的名字。唐门，唐连月。稷下学堂，百里东君。你打什么打？还有你，打什么打？温先生，擅闯唐门者杀，这是规矩。我有磁铁，这是我外甥，哪来叫擅闯呀？既然有磁铁，就随我去别院安顿吧。等等，带走我朋友之人，很有可能是你们唐门的人。你让我回去休息，是何意呀？我们唐门之人断不会做如此之事。那人擅入唐门，我之后自然会抓到他，并且把他杀掉。你敢？凌月呢，是唐门唐老太爷的关门弟子，你又是学堂李先生的关门弟子，李先生跟唐老太爷又是平辈，你们不如交个朋友，握个手，就当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过啊！啊！如果是唐门弟子，如何？没必要。没兴趣。哎，算了，现在的年轻人什么都不懂，那就有劳连月给我和外甥弄个房间。你，舅舅，我的那位朋友，明天就是试毒大会，你的朋友呢，在这个时候被抓，此事肯定和试毒大会有关。先进去再说。试毒大会将于明日正午时分举行。你的朋友若有消息，我会派人来此通报。记住，不要在我们随意乱走动。这里不错呀，舅舅，我们要赶快去救我的那位朋友。我刚才便想问你，你不是跟李先生在一起吗？人呢？还有，被掳走的那个人又是谁呀？被掳走的那个人，他是我师父的一位朋友。哦，我本想着试毒大会结束之后再去跟我师父会合。那他武功如何？目前应该大概和我差不多。那掳走你朋友的那个人境界肯定也不一般。放心吧，
没有人呢敢在唐门随便杀人，你朋友肯定是被藏起来了。或许啊，明日的试毒大会会有答案的。可我的那位朋友，他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就。 已经将师傅的信物交给了秀水山庄在锦城的据点，不知百里师叔他们现下如何？左右也没了什么事儿，也该去见见他了。跟着我呀，跟着我呀啊！一定赢！跟着我呀，一定赢！你们不信我吗？你们能不信我吗？你们跟着我呀就完了。诸位，可都买定离手了？ 嘿嘿，姑娘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这间赌坊是我的吧？你怎么都反客为主了呢？穆馆主，抱歉，我这习惯了。您可看好牌了？嘿嘿，姑娘，我看这回你还赢得了我吗？穆馆主，可听过一句话？ 人定胜天，我自然听过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告诉你，这句话都是骗人的。天就是天，塌下来了，不管个高个矮的，都得死。双天，承让！方才。 他之所以那样对你说话，是因为他觉得你的赌坊已经要输给他了。月瑶妹妹，乐霞姐姐，穆馆主，啊，今日就先赢你这些，账可都给我记好了，改日再战。各位先玩啊！ 这次来锦城替我师父办些事，一入城便听闻有一位奇女子在赌坊中大杀四方，我一猜就是你，就赶紧来找你了。师父，可是你信中说的那位天下第一美公子？没错，我假借阿姐的身份拜了他为师，若有机会，希望他也能收阿姐为徒。 容颜绝代的柳月公子，有意思，有机会我定要见见，看看是他美，还是我妹妹美。阿姐，不打趣你了，来，快与我说一说，你在天启城都遇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了？哎，拜帖呢？张秀，进吧。来，师兄，走。拜帖，走吧，这边。好，拜帖呢？我这边。这些装今日若是见不到我，你的药就吃没了，你就会死在这里。你担不担心？那又怎么样？死在江湖上，也总比死在药谷里强吧？哟，去了趟天启城，还没抹去你的锐气。还傻站着干什么？走吧。原来遇到那么多事儿啊。不过我就一个问题。阿姐想问什么问题？刨去妹妹的身份与你想要做的事，也刨去那些冷冰冰的权术筹谋，你喜欢这个百里东君？我。今日若还找不到你的朋友，我便替你去亲自拜访唐老太爷。多谢舅舅。那里在做什么？试毒大会。那就是试毒大会，你不过去？哎，外面的试毒大会呢，都是给那些普通的赌门办的。
看似热闹，其实徒有其表。真正的试毒大会，从来都是在老太爷的梧桐院里，而能参与其中的，只有我们5大毒门。那么点人，那不成试毒小会了吗？对哦，就是试毒小会。这边请。走。喏，台上那个穿的黑不溜秋的，就是唐灵皇，如今是唐门的对外掌事者。据说呀，不管是用毒还是暗器，他均为唐门第一。这一次，我也是生了与他一决高下的心思来的。剩下的呢，都是我们5大毒门的高手了。啊，这边是毒神教，啊，那边是云窟派，啊，还有不死宗。这么小六的姐姐也来了，失策呀！那其他几位是5毒门。这些用毒的门派可真够凶残的呀！名字里不是带毒就是带死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很吓人一样。那可不，还是我们好，我们和善、温家，温文尔雅的温。好了，不提他们了。总之啊，他们都没有你舅舅我厉害。哦，小百里，不平舅舅。还真是来得巧啊！不早一步，不晚一刻。哎呀，你又不是用毒的，你来凑什么热闹？一与毒本就相生，我虽不用毒，但是不代表我不懂毒啊。你要是看不习惯，就别在这待着。懒得跟你犟，说不过我吧？切！老药王，你等等我呀！长风，东君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说来话长。诸位，众所周知，在这江湖之中，毒术被蔑称为鬼道的一种，不被这世俗所承认。而我们唐门也因毒案双绝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被江湖中人所待见。但现如今再提起唐门，敢问天下英雄，又有谁敢不服？说得对，没错。鬼道明道本就是刻板成见，毒能杀人，亦能救人。今日，让我们共襄这场试毒大会，以期诸位能够尽情地交流毒道，弘扬我独门一脉。像不像江湖上那些骗人的组织啊？号召大家入会，像不像？像不像？没想到温前辈还有这样的一面。舅舅，我怎么感觉你这像是妒忌？我们温家向来不爱出风头，天生你这个舅舅不同，就爱同人争个高低。这次唐门主导举办这次试毒大会，邀天下毒道，摆出执牛耳之势，你这个舅舅自然是不服。上药人，这就是我唐门的药人，他本是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，被我门中擒得。经过我们多年的锤炼，如今已是百毒不侵。这就是我们唐门对诸位的考验。谁若能毒倒此人，便可压得过我唐门一头，称独门之首。嚯哟，好大的口气！我，等等，别着急着上。我们可是用毒第一的温家，怎么能一开始就上场呢？你说的对，温家就是普大，我们五毒门可没那么多讲究。既然诸位都不齐，那便我先请了。
水，我来了。曾经你说，相对于武夫，你更喜欢学堂书生，于是我便执掌了学堂。这天下人见我呀，都要尊称一声学堂李先生。可是李先生已死，这一世的我叫南宫春水。这一世，我要做一个儒雅的读书人。曾经，你问过我一个问题，但是那时的我回答错了。现在的我要重新回答一遍。我，南宫春水，这一世往后，就只有你一个妻子。曾经的我以为，男请女来，不过只是一时的，一方死了，也就结束了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感情是可以穿越时间界限的。所以你是打算等过几十年后，把这话换个女子再说一遍吗？司空长风，老手啊！我哪知道我随口一说就猜到所有情节了。当然不会，因为我就只有这一生了。这一生，我只与你共度，仅此一生，便是一世。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，大春宫，我散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就跟常人一样，生老病死，一生一世。一生一世是让你这么用的吗？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觉得可以这么用啊。真是个傻子。不会，又要赶我走吧？所有人都羡慕的长生不死，你就这么不要了？其实我当年不过就是一时气话，我并非让你真的散去这一身大春的。我知道。你还是重新练起来吧。这大春宫啊，散了就散了，练不回来了。再说了，我这师傅、门派什么的都没了，也没人能帮我练回来。你就是故意的，你故意这么做让我心中有愧，你这是在报复我。哎呦，我没有。那你这么做不会后悔吗？不会啊。你想，我都活了180多年了，直到遇见了你，我才发现自己其实还是那个少年。少年人做事本就该冲动，所以此生我不悔。那就不悔。
哼。唉，这就是书上最愿写的，人们最愿看到的。有情人终成眷属啊！为了一个女子，放弃长生不死，也只有书里才会写的故事了。不过，有情人终成眷属后，就不管我们了。你笑什么呀？笑你啊！笑我？嗯，我答应与你同行，就这么开心啊？当然了，因为这可是我人生的第一等要事，也是我成为南宫春水的唯一意义。那个与你一起来的那3个人是谁啊？那2个少年人是我的徒弟，那个小姑娘是柳月的徒弟，也是我的徒孙。那不打算把他们接进城吗？哎呀，接什么接呀？碍眼，他们想要进城，就让他们凭自己的本事进，正好也让他们适应适应没我的日子。哎，不如让你的登天阁好好招待招待他们。站住！有拜帖吗？没有。没有拜帖，请先登阁。若我不走登天阁，执意要从你这儿走呢？走登天阁要打16个人，麻烦。更何况现在天色也不早了，若从你这儿走，打你一个就够了。有道理啊，那就打吧。看来你们想直接打我，也可以。不过这打登天阁，打得赢就进，打不赢还可以走。打我可没这么斯文的规矩。要么打完我躺着，要么被我打趴，丢出去。哼，二位，这人要打趴我们，那就如他所愿。打趴他，有意思。城主有令。城主有令，2位公子需打过16层才能入城。怎么是16层？寻常不是10层就可以放行了吗？我也不知。对了，命令说了，这位姑娘志不在吾，可直接入城。如此，那百里师叔、司空师叔，加油！你们2个小儿，便是刚才那人的徒弟啊？怎么，可是要闯阁？你上还是我上啊？你先吧。一般厉害的人，不都最后上吗？要点脸，说话别太嚣张了呀！好快的剑！
真是见了鬼了！第2层我来。晚辈叶鼎之，求见刀仙燕灵霞。你来找我复仇？并非如此，晚辈是想求刀仙赐诏。见过前辈。你来找我赐诏？是。为何？我想练魔仙剑，习剑想要有成，我有3法：挑战剑客、绝境打磨、高手赐诏。我时间不多，前2者又太费时间，所以我想请前辈赐诏。你和你师父还真是如出一辙。站在男爵武林的立场，我并不支持你练魔仙剑。我知道，我还知道，前辈也心知。为何男爵高手众多，我唯独来找你赐诏？你很聪明，也很能洞悉人心，不错。我确实对你师父心怀有愧，虽然我这件事是鼎之卑鄙了，但我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。羽生魔之徒叶鼎之，求前辈赐诏。罢了。出剑吧。这登天阁有16层，你能一气呵成地爬上来，你的徒弟们也可以啊。怎么可能呢？就凭他们那功法，14层最多了，再往上，可是要挨揍的。果然还是有点本事的，居然一口气上到了15层。不过，这从15层开始，便是守阁长老了呀。 奇怪，难不成是他们怕了？不要掉以轻心，我们先上去看看。哎，这层怎么有2个人啊？只许2小儿一同登阁，不许2个老家伙一同守阁。登天阁第15层守阁人骆风中。登天阁16层守阁人骆念瑟。既然你们2个一起上，那我们也就一起上。 百里东君，我还是第一次这么完整的听你说这些事情。哎，你这关不好过呀。也不是，若是想通了，便也能过。长风，
我忽有感悟。走，陪我过上几招。啊？就是方才那种感觉。唐门之中，观师傅散功一战之后，心中一直有股真气不散。方才终于找到了那股气，再来。好啊，你们俩打得尽兴，也带我一个。拿个屁！来吧！好漂亮的一剑，这一剑谁教给你的？长风，我不是和你说我忽有感悟吗？于是我便再悟，就悟出了这一剑。剑名呢？这一剑名为相思。百里东君，闯过登天阁之后，你最想干什么？我还真没想过。硬要说的话，我或许想进那上官城里好好睡上一觉。我们痛痛快快喝场酒。好。弟弟啊，这么关心我这两位徒弟啊？是你？你什么你啊？叫姐夫。哼，滚！哎呀，动什么刀嘛？啊？哼，上次见到你，还是个这么高的毛头小子，吵着闹着说要练刀法，但是家里非逼你练剑，这把刀还是我送给你的，这么大的恩情都不记得了？你怎么知道？难道真是你？可你怎么……说来话长，干脆就不说。啊，其实我上次骗你的，这混元刀法呀，配着混元功确实不错，但是鲍一并没有更强，却会更浪漫。你真的很无聊。我说你们怎么天天来这儿找打，还没被打够啊？当然够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让你们一挨一顿打。怎么样？觉得我这两位徒弟这次能闯城吗？你看不就知道了？应该不会让你失望。哼，这两个臭小子还真不错。
他俩这么像，若不是替身，那是什么？人有相似，但感觉却是不同的。对仙子姐姐的惊鸿一瞥，那一瞬间的心动，自然是真的；而与尹世直的朝夕相处，共同拥有的记忆，对他产生的喜欢也是真的。如果非要有个比较，那仙子姐姐就像是海中的明月，而尹世直，他便是人间的烟火。海中明月，我自然是很喜欢的。若说可望不可及，也并非如此。纵剑踏海而去，也可邀月九天。曾经的我，渴望被明月的光辉照耀，而如今我却觉得，月圆月缺，日升日落，怎样都好。只要人间的烟火在我身边，我们一起，每天开开心心的便好。百里师叔，百里师叔，什么机缘啊？这个嘛，好吧，赢了就好，赢下这登天阁，你也算是一流的高手了。以后啊，那就算是名扬天下了。那你是不是就能去见你心心念念的仙子姐姐了？见，当然要见，不光要见，还要好好的见。怎么了，尹世直？今夜月色正好，趁着月色，赶紧喝酒才是啊。吹得不错，颇有相思之情。哎，怎么想你的良人呢？师父，你怎么知道？哼，也是，这世上就没有师父不知道的事。他呀，他也不算是我的良人，我们也就见过2次面，是我上次对他动了私心，而他好像对我没什么想法。不过我们既然已经见了2次面，或许什么时候可以见第3次？3次相见，总可以说一些憋在心底的话。就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听了。师父，都是些小事，让你见笑了。杨柳依依，儿女情长，这可都是大事。所以你打算什么时候见这第3面？我也不知道，或许等我再闯荡江湖，等我把这个枪法磨砺得足够强的时候，足够有底气站在他面前的时候。志向不错，磨砺枪法怎么磨砺啊？啊，这就靠你80还是90的追虚枪啊？可我只会追虚枪，只会追虚枪。对啊，你怎么不想想，你可是有个天下第一的师傅呀？对啊，师傅，难道你会剩下几式的追虚枪？怎么还想着追虚枪？你都拜天下第一为师了，
怎么不想想更高级的招数啊？更高级？就比如什么？哼，金龙变。金龙变？金龙变，没有龙怎么行啊？看清楚了吗？嗯，一共33式，除了最后那一招化龙，都看清了。最后一招是幻术，不是枪法，能看清就有鬼了。不过看得清跟学得会可是两码事儿，不然跟别人打一架，人家就把你的招数学去了，这哪行啊？我跟你师娘要去云游天下，没有时间在这一招一式的陪你练了。不过按你的天赋，应该也不需要我来教了吧？拿去，自己练。多谢师傅。你呀，应该算是我徒弟中最幸运的。师傅何出此言？我的剑法是天下第一，刀法是天下第一，这拳法和掌法呢，应该也算是天下第一。唯独这枪法，我还真算不上什么。这百里东君和萧若风，刀剑耍得再好，又岂能超过我？但是你不一样，你若成了枪仙，那可就是天下间独一无二的枪仙。师傅可真是高看我了。嘿，这可不是高看。百里东君出身名门，萧若风出身皇室，叶鼎之乃名将之后，唯独你一介浪人，生于天地间，以天地为家，却能与他们并肩，你敢说这不厉害？别让我失望。下次再见面时，我可是要喝你的喜酒。他这般喜欢美食，不知有没有试过这个？日后他来男爵，也一定会喜欢。看见。无聊。开个玩笑嘛，叶大侠，你这么认真在想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竹筒饭啊？都是你自己做的，我都没吃过竹筒饭呢，好吃吗？大白天的，做白日梦呢？
做白日梦呢？又梦见去青楼了？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秋风无情，露起夜白。而王酿的是有情，是白日见星辰，心中有故人。我终于明白了。哎，到了。百里东君，这是你的酒。这是你的秋露白。既然人都到了，那就比试开始吧。荀先生、月牙姑娘，还有小先生。嗨，第3位品酒师是老七呀。那便先喝秋露白吧。这几年经常随军在外，也是许久没有喝到，甚是想念。这就是天启最有名的秋露白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你有1坛酒，可你却只用了3杯，剩下的等你输给我，赠与我如何？等你赢了再说。3位请。秋露繁浓之时，以玉壶收之，用于酿酒，故称秋露白。因为秋露难收，就算动用千百人次，用于酿酒也只是杯水车薪，所以这1月只能品这1日。遗憾了。你好歹是来踢馆的，把故事说一下行不行？不矛盾。比上一次喝到的秋露白更醇厚了。小谢近年来酿酒之术精进了不少，比起那杯秋露白，已经差得不太多了。差不了太多，也算是夸赞吧。人生达命岂暇愁，且饮美酒登高楼。酒仍是好酒，谢师却比当年的谢师也多了几分中年之愁。世间美酒可品1味，而秋露白能品3味。
酒暖心肠品春，酒热人志品夏，酒解人愁品秋。东君啊，你的酒可品几味？我的酒乃是天上酒，品不到人间味。这小师弟的酒，当真这么神奇？夸张了，后生，打开你的酒吧。好。李师侄，借我子筹一用。给。冬雪夜，美人舞剑，现明月。奔月而去，如月上真仙。遨游仙宫，纵情千里，直至天光乍破。白日见星辰。哟，北斗七星啊！这便是我的7盏星夜酒。天枢、天璇、天机、天权、玉衡、开阳、瑶光，请君饮之。7盏星夜酒。荀先生见多识广，可曾喝过这样的酒？不曾。连荀先生都未曾喝过的酒，倒是让我颇想尝尝。请吧，老先生，请吧。好酒啊！多好的酒！像是回到了我少年的时候。风花雪月，花前月下，踌躇满志，志在必得。此酒，小师兄带我入天启，让我见识到真正的天地之大。东君无以回报。师兄的酒，味道与其他2位无差，只是其中略略加了我的一点小私心。
老七的头顶怎么在冒热气啊？那不是热气，是真气啊！真气啊！真气乃为气，照理说应该是虚无缥缈的，也应该只有在体内流动的时候能感受得到。我怎么从未听闻有真气是肉眼可见的呀？三昧真气已全，百炼凡心俱净，真气出体凝成所见的情况确实很少，但也不是没有，一般发生在破境之时。破境了！东君，我滞留此境久矣，却苦无破境之法。你的酒，助我。多谢。王爷息怒，稍安勿躁。能品人间百味又如何？不如仙宫遨游一瞬。谢师，酒备的不多，如不嫌弃，便请。敢问公子师承何人？家师姓古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三位品酒师，可有结果了？本场比试，百里公子获胜。我的鸟！这半瓶收入白，可说到做到。欲求必有。豪气！果然是人间绝品，几只大块。喂，准备登楼。好。你是在蓄养剑气吧？剑气养足，杀意养够，再出一剑，就是惊天海地了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，别人都看不透，你都能看得透？如果我对你出手，你保证不需要拔出你的旋风剑吗？若是拔剑，那你这一路辛辛苦苦蓄养的剑气，可就泄了。你这个老东西，活了这么久，倒是没有白活。北离这些年，仗着有个李先生，始终压男爵一头。男爵武道的气数
本就不如北离。若是你执意要与燕陵峡一战，无论谁胜，都躲不过两败俱伤啊！男爵武道危矣，所以你再听老朽一句劝，回头吧。拿男爵来压我，男爵又算什么东西？谁拦我，我就杀谁。你若动手，我就拔剑；我若是拔剑，你一定会死。怎么？怕了？不要以为一把年纪就有资格站在高处跟我讲道理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早就该活不过今日了。你这是要一意孤行了？就为了这个第一高手的名头？今日过后，天选老人就只是一个老人了。仙人早。哎，早。昨日还是守寨星辰的天下第一人，今天连个野武都摘不下来。哎，好香啊！师傅，你醒了？哦，在练功啊？哇，好香的果子啊！
百里师叔，你干嘛呢？吃果子呀？啊，吃饭了。吃饭了，师傅。怎么？师傅不在，自己吃独食啊？哼！来，师傅。太干，难以下咽。哎，东君啊，你说这树上的果子，是不是挺甜的呀？师傅当真偷看了？你只能问一个问题，确定要问这个？我怎么能忘得了您呢？这还差不多，问吧。师傅，你真是神仙吗？什么神仙？遨游天地，长生不老。我轻功虽强，一跃也高不过一座山。内力再好，这一掌不过掀起一条河而已。论这剑术吧，我在天下剑客中，应该是巅峰的级别吧。但倘若你让我一次性杀1万个人，那我的剑怕早就折了。这还不算神仙？如果这还不算的话，那返老还童总算了吧？你已经180多岁了，正常人谁可能活180多年啊？而且你就这么走着走着，就变成了一个比我还年轻的模样，除了头发白点。行，那就说说。其实也没什么，无非就是年少时去黄龙山拜了个师，学了个功夫。这个武功呢，非常难练，而且名字只有一个字儿，叫春。春。上古有大春者，以8000岁为春，8000岁为秋。庄生逍遥有所言，正是这春的含义。只要练会此功，每30年便会重返青春，而在这返老还童的那一年，功力就会尽失，需要重新修炼才能恢复。倘若此刻我在天启城内，那这件事情必定会暴露。天启城人多眼杂，人言可畏，所以我必须走。于是你就找了我和尹师之，和你一路同行，为了保护你。看起来也不是这么一无是处嘛。可是先生，为什么是我们啊？是啊，我们俩是所有师兄弟中武功最差的，且阅历最浅的。是，我取个什么名字好呢？不如跟你一样，取个复姓，就叫尉迟，或者叫欧阳、上官、司马。司马，南宫。什么？我只是觉得这个姓很适合现在的先生。南宫。好。南宫，那叫什么名呢？
李先生虽然执掌学堂，但是他根本就不像个书生，行事作风非常狂。我这一世要当个儒雅的书生，就如同这春水一般荡漾，如同春水一般温和。春水，春水，南宫春水，就这么定了。南宫春水，这么随便的吗？取名字就是要痛快嘛。你们以后呀，就叫我南宫兄，啊，春水兄也行，都可以。外人问起，你们就说我是你们游历江湖认识的好友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记住了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南宫春水。春水兄，咱们此行究竟要去哪里啊？这天下间有一座城，风花雪月，人间至美。真是又呆又冷。别废话了，你们到底是来做什么？啊，李长生那个家伙，定是没给我安排什么好差事。李先生是想请您给这位小兄弟打造一把好刀。不打，我刚接了一个重要的单子，可没空理他。多重要的单子，您也看看李先生给您的酬劳吧。这是他留下的。李先生也是寻了好久。你小子拿了一把仙宫品的剑，还要到我这儿来要一把刀，看来李长生这家伙是准备要把他的绝学传授于你了。什么绝学？双手刀剑术。不错，他的双手刀剑术，刀术霸蛮，剑术轻易，一重一轻，合力无敌啊！我观你这柄剑，可称之为轻易，那我便赠你一把足够霸蛮的刀。看来罗兵神这是还有存货呀。前些年有人送了我一块天外云铁，我打了一把剑，一把刀，那把剑已经要给刚才我说的那个人了。至于那把刀嘛，还需要最后的锻造，3日的时间。要你铸剑的那个人，也和李先生一样有面子？可比他像个人。至少啊，人家是拿着真金白银来的，可不像他，拿着块破石头，就想从我这里骗走一把绝世神兵啊！啊！你们记住，这3日别来打搅我。好刀，这刀叫什么名字？我和剑心种的家伙不一样，兵器铸好的那一刻，便与铸造师没有什么关系了。至于它叫什么名字，应该由它的主人来取吧。都过了这么久了，罗兵神还是不忘和剑心种的李素王抬杠呀。谁和他抬杠？我只是看不惯他那副故作风雅的样子。剑就是剑，
还取什么老婶子的，那个什么什么听雨观雪，又是什么闻风望花的，我呸，恶心！好，既然我的剑叫做不染尘，那这柄刀就叫做红尘滚滚不染尘，铅华洗尽见真心。不如就叫它金铅华吧。好，就叫金铅华。行，现在你也有了刀，那就遵从李先生的意思，不练那个什么袖剑19式了，改练刀法。什么刀法？拿着。五虎断山刀。我说春水兄，这刀法我见过，我家护院也在练。可别小看这刀法，曾经我有一个朋友，就是靠这套刀法名扬天下，对吗？你又开始编瞎话骗我了，我才不信呢。哼，你可以相信，因为他刚才说的那个人，就是我。若是不服，和我过几招如何？嗯？好。现在相信了吧？这武器可以普通，武功可以普通，但是手握武器的人绝对不能普通。这罗宾神的五虎断山刀，可比萧逸的袖剑19式差了不少呢。东京清楚了，我会勤加修炼的。哼哼，难得见你这么老实。云哥。云哥，那我是不是得叫你东君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因为这柄剑是我的。敢问这里可是罗宾神住所？你是何人？在下叶鼎之，奉师父之命前来取剑。哦，原来是你啊！来，坐。剑已铸好。你师父提前付清了银两，随时便可取走。多谢罗宾神。你师父他近况如何？这位小兄弟是？我叫南宫春水，奉李先生之命，带着百里东君来这里取刀。东君他在这里啊？他不服罗宾神的五虎断山刀，现在在里面躺着呢。那我明日再去见他吧。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师父他已然离去了。小兄弟，你认识我师父？当算是挚友。话虽然说的不中听，但是身材真好，娇艳欲滴。此乃淬满了剧毒的毒刃，毒名勾吻。此毒世上无人能解，就连我们五毒门也同样束手无策。舅，他在看我。一眼看众生，狗妹。这是佛门的金刚护体功法。我曾经在白马寺读过一个和尚，他用的就是这门功法。没想到唐门抓来的江洋大盗，还会佛门的功法。不能碰他！别碰！小白李，你难道不知道的？不知道什么？
是啊，不会是书上说的那种碰到女子就要娶她的桥段吧？嗯。啊？你想得美！秀儿，回来。等等，方才你说到有可能会娶我的时候，为什么一脸惊恐啊？啊？你不喜欢我？这还不明显吗？那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容貌，看你还敢不喜欢我？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哎，舅舅，你要是看了他，就真的娶她，那该怎么办？撤！好。秀儿，你若真的被五毒门的女子缠上，这辈子也算没白活，就是日子短点儿。为何日子短啊？这你就得问你小舅舅了。多嘴。哎，我叫温壶酒，我来会会你。这家伙还是一如既往的爱出风头。先用一记醉梦往生卸去他一身内劲，再用一记芳华刹那见血封喉，最后再补上一记毒杀掌。这要是都不玩完，那就真的是大罗金仙喽。现在的毒名都起得这么风雅吗？当年我们三个，一人制毒，一人用毒，还有一个专门负责取毒名，配合默契。温门无敌。舅舅，这还有一个人，说的是谁啊？你娘呗。不平舅舅，你怎么骂人啊？百里东君。呸！我再见。哦，好毒啊！温家真的好毒啊！这个声音，唐明皇，你敢说你们唐门用江洋大盗炼的药人？唐门好大的威风，找来一个会说话的金身罗汉。百里东君，你怎么了？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江洋大盗。啊？你不是唐门的药人，你究竟是谁？在下南宫春水，是一个儒雅的读书人。这个臭老头子，亏我还担心你这么久。读书人，唐门处理门内之事，非唐门中人，还请暂且退避。什么事啊？你们还不走？舅舅，这就是我同你说的，在唐门外被掳走的人，自己人。原来是你的自己人啊！你的这个朋友若是能够被别人掳走，那掳走他的人，大概就是天下第一了吧？行了，来了就不要废话，机会只有一次，可都看好了。唐明皇，老太爷到底什么意思？这么大的动静，就算是睡成死猪，也该活了吧？给我住嘴！你敢不进？
自在气下，地上无敌。人间不够，天上逍遥。连入两境，竟然直接从金刚凡境到逍遥天境。此人真乃高手。他又何止是个高手？我看温前辈和这位唐门掌事好像都受到了极大的压制。可我们为什么丝毫没有感觉？因为此人对内力的控制太过精准，以至于同一空间内，他想要压制谁便可压制谁。他究竟是谁？老头，怎么样？需要我再抬抬吗？行吧，现在用你们最强最狠的毒，一起来杀我吧！可不要留手哦，不然我可是会杀了你们的。老头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东君、小仙仙，还有唐门的这位小莲月，你们可都看好了，练功10年，不如仙人斗法一瞬。万树飞花，这是传闻中，万树飞花出，天地间便无路可退，无处可躲，必死无疑。幻神通，果然是佛门中人。道家绝学灵虚步，这究竟是什么人，能够同时精通佛门和道家2门绝学？靳千华，不染尘。少年游，最要乘风绝